嗨，大家好，这里是苏明锦鲤，我是鱼弟，韩国鱼的鱼，兄弟姐妹的弟。今天很高兴大家能来看我们的视频。去年的今天，也就是1月3号，李文亮被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路街派出所予以训诫，此事还上了央视。后来，李文亮因为被感染新冠病毒，于2月7日死亡。今天是李文亮被训诫1周年，我们苏明锦鲤有些话憋了1年，今天必须要说出来，有些道理也必须要讲明白。如果您自认为是一个理性的人，一个讲道理的人，即使你看着有不同的意见或者不赞同我们的话，也希望你可以看完本视频后再给我们做评论。当然，我们苏明锦鲤只是出于理性的思考，没有任何的政治立场，也不为任何人说话，更没有收任何人的钱或者讨好谁而说这样的话。余弟希望看我视频的朋友都是理性的，可以多角度思考的人，而不是被民粹忽悠的网络暴民。在目前中国大陆的舆论环境里，李文亮被塑造成一个英雄，无论是中共官方还是所谓的民主派，都是这么认为的。特别是民主派或者反中派的眼里，李文亮就是一个敢于对抗公权、遭遇执政压迫打击的英雄，还因此牺牲了个人的生命。首先，我们就来看看李文亮作为所谓的吹哨者，到底做了什么事。2019年12月30日下午5点43分，他在同学的微信群里提到，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 SARS。1个小时后，他在群里补充称，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就这么多，就这么几个字。微信群是封闭型的社交网络，按照微信的规则，微信群充其量只能500个人，何况这只是一个同学微信群。如果李文亮真如很多人理解的吹哨者，希望把这个讯息发布出来，让更多人知道的话，按照当时的声量，虽然声量很微小，也应该是发朋友圈或者是微博，那样至少比发在微信群里看到知道的人要多很多。但是李文亮没这么做，为什么呢？其实原因无非就几点。第一，他清楚擅自发布疫情信息属于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条款，属于违法行为。作为一个专业的医生，应该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只是在自己信任的微信群里说了这么2句话而已，不会让其他不能把握、不那么熟悉的人知道。万一被举报追究责任，李文亮其实也是怕的嘛，对吧？第二点，他自己对此病毒及其传染性其实也不是很清楚的，也没什么确定的把握。对于一种新型的病毒，其毒性和传播力是需要极其专业的人员去做专业的研究判断的。在去年的这个时间，我们就说去年这个时间点哦，可以说全世界没有人敢声称真正了解这个病毒。李文亮只是一个眼科医生，当时掌握的信息及专业判断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甚至是肤浅的。第三，从主观上来说，
他也根本没有想做什么吹哨者，根本没准备做什么英雄，就全民于水火之中。像我们很多人在各种群里嘚瑟一下自己掌握的那点信息而已，那种心态和目的，我相信我们看视频的每个人都懂啦，是吧？我们就不要明说了啊。说到这里，估计很多朋友已经把我余地骂了100遍了，我也感觉到了。但你们自己扪心自问，我这个分析是否更加符合人性？好了，我们再来说说发生在1年前的今天，李文亮被派出所传唤这事。当时除了李文亮，一共有8个人进行了所谓的传谣。公安不仅传唤了李文亮，也传唤了其他人。公安是执法机关，当然对于违法行为要追究，这点我相信没有人反对吧。我们先来看看李文亮这么在微信群里发布信息，是否属于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我们国家有专门的传染病防治法，该法非常明确地规定了传染病疫情公布制度，这是法律重要的事情说3遍，这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公民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传染病防治法第38条规定，传染病爆发流行时，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并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看到了吗？这是法律里规定的。说白了，即使疫情爆发流行了，只有国务院卫生部有权发布，或者说授权各省级卫生厅发布。如果官方没有发布之前，任何个人或组织发布任何信息，都是违法行为。当然了，你可以说这个法律的立法不合理，那你也不应该骂作为行政部门的政府，而应该骂立法部门的人大，也就是理论上代表全国公民意志的人大代表，你们自己选的。这1年以来，夸李文亮吹哨行为的声音已经够多了，我就想问一下，如果这个新冠病毒没有现在认知的这么严重，而被私自发布的人添油加醋层层传播后所引发的社会恐慌，谁负责？什么社会恐慌？也就是当时武汉正逢岁末，因为恐慌而造成抢购物资也好，春运的混乱和无序的封闭或者逃离，甚至打砸抢等无序行为，怎么办？人性面对死亡都是恐惧的，在恐惧面前，所谓的文明是何其的脆弱。在此提醒一下大家，在1年前的这个时候，全世界所有的专家医生对于这个新冠病毒的认知还是处于研究摸索阶段，是否人传人，危害性有多大，传播性有多强，在当时都是未知的。更不要说作为眼科医生的李文亮，当然是不清楚的。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即使如现实一样，病毒真的这么恐怖，如果没有统一的领导指挥，没有适时的准确和发布疫情，
那社会的无序和混乱也会造成更多更大的灾难。我们这么说吧，如果防疫机构没有真正了解病毒的情况下就发布疫情，然后再更改病毒或者疫情信息，社会会作何反应？我请问你，肯定要更加恐慌嘛。就像人传人的争议，有些人传人，持续的人传人风险低等等各种模糊的判断，在社会上传播后，就是变得更加恐慌，对于防疫机构的权威性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所以政府机构为什么没有李文亮那么早就公布疫情？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嘛。病毒研究和防疫是一门严谨的科学，不是简单的舆论公关。对一个病毒的认知是需要过程的，一个新型病毒的传染性必须是经过一定制度性的认定的过程，而不是发现一两个病毒就可简单的认定它的传染力的。也就是关键不在于政府是否愿意公布疫情，而是专业科研人员有多确笃的性及疫情的真实情况。即使1月20日钟南山最后拍板确定人传人，其实说句实在话，当时钟南山也不是具备充分的科学依据的，从科学的严谨性来说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当然了，现在把它奉为国师也好，那真的是成王败寇而已。这就是传染病防治法第38条为什么如此立法的目的和精神。我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人在感情上依然不接受李文亮的所谓吹哨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但我恳请你能理性思考一下我的话，当然不求大家接受，只求你能理性思考一下，好吧？从法律上来说，在公安机关派出所的传唤前的李文亮，他只是一个违法的一个嫌疑人。今天我要跟大家说，其实李文亮到死，司法执法部门也没有将他认定为法律层面的违法人员，因为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还是治安处罚法，都没有训诫这个名称的处罚种类。我们可以看一下刑法的处罚种类和治安处罚法的种类，没有训诫，没有训诫，没有训诫。可能很多媒体会将此训诫理解为治安处罚法里的警告，那我告诉你，任何国家的法律用词都必须是准确的，特别是法律文书上用词都是必须准确，绝对没有模糊或者替代词一说。我们从后面给李文亮所谓的平反以后发布的关于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有关情况调查的通报中就可以看到，调查组的工作建议是，由于中南路街派出所出具训诫书不当，执法程序不规范，调查组已建议湖北省武汉市监察机关对此事进行监督纠正，督促公安机关撤销训诫书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及时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这个不当的意思就是说，公安机关根本就没有训诫这么一个处罚程序或者叫手段，何来的训诫书一说呢？因此余地个人判断，在当时的情况下，派出所民警和领导对于此行为确定其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但是实在太轻微，
根本就不构成治安法处罚所需的条件和要件，就是连警告处罚都不到。但是在领导的压力下，又必须有所表示，所以才找出了这个100年都用不到的训诫方式。这里头再给大家普个法，任何违法犯罪的行为的认定，除了要具备行为特征之外，还要达到一定的行为危害或者叫后果。比如一个人给好友发了一条色情小视频，这是不是传播色情的行为呢？算。但是没有达到一定数量和后果，那就不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所以这训诫书也就是当时派出所在上级压力之下做出的一个不当但又必须做的一个动作表示，仅此而已。说句难听点，派出所做的这个事儿也就是配合媒体演出而已，就是后面的央视啊。这也就是在法律层面没有认定李文亮触犯法律，但他也的确有违法行为。再来，我们聊聊为什么是李文亮，为什么是李文亮成了这个英雄。别忘记当时被公安调查的可是8位，为什么我们的媒体舆论完全忘记了另外几个人的存在呢？你能说出另外几个人的名字吗？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如果所谓的吹哨者是英雄，为什么不吹捧另外几位也是英雄呢？我们就说白了吧，仅仅是因为李文亮死了才有这么大的声量，其他的人都安全健康，所以就没有媒体和舆论追捧。我们必须要说明白，李文亮的死亡和被公安机关训诫之间没有任何1毛钱的关系。那余地倒要问了，媒体舆论如此吹捧的吹哨者，到底是要鼓励吹哨行为，还是鼓励死亡呢？当然，中国政府在事后似乎对李文亮平反，认定为烈士，但不要忘记，认定烈士的依据是他为抗疫诊治病人而不幸染疫死亡，并非众人以为的是其吹哨行为的肯定。即使到今天，余地依然认为任何疫情也只有政府部门正式发布才是合理合法的，任何个人或组织擅自发布都是不应该的，否则将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和恐慌。这种混乱恐慌将会比疫情本身对社会的伤害更大。这几天上海市人大也颁布了一个上海市医疗人员权益保障办法，里边有一条关于疫情报告制度的一个调整，居然也引发了舆论的一片欢呼，好像这是李文亮吹哨行为的功劳一样。当我们仔细看新立法条款的时候，就可以明白，这是关于医疗人员向上级报告疫情办法的一个调整，与李文亮这么公开向社会发布完全没有关系。也就是即使在这个新法律规范下，李文亮公开在微信群里公布疫情的行为依然是违法行为。当然，余地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大众，对于李文亮及另外几十位医护人员在疫情期间为抗疫而死亡，我们也表示要哀悼。现在回首过去这1年，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是否有隐瞒疫情？余地认为，全世界无论什么制度的国家的执政者，主观上都是为了社会稳定而有隐瞒疫情或者压制疫情信息的那种冲动，但是在客观上并没有或者明显这么去做。
因为有法律和社会舆论监督，而之所以中国政府会被很多人认为有隐瞒疫情，其实更准确的说，那是为了更加准确的发布疫情而拖延了疫情发布时间。这里就有前面说的主观和客观因素。至于是否因为这个拖延而让全国甚至全球这么大面积的感染疫情，说实在的，这个影响肯定有，但微乎其微。美国疫情与特朗普政府的表现就是最好的证明啊。当然，中国作为第一个发现新冠病毒的国家，其实也因此更受瞩目嘛，对吧？如果你还能坚持看这个视频，或许你已经骂了我几百次了。为什么都不指责中国政府在防疫中的各种错误呢？在这次防疫中，中国政府的确有犯了各种的错误，比如虽然没有对李文亮等8人做出任何的行政处罚或者法律处罚，但却把这个消息在媒体、在央视上发布。从当时的执政者角度来说，这么做有利于控制当时的社会舆论和社会稳定，但这么做的后果现在大家也都知道，是吧？但是反观全球，哪个国家的执政者又没犯错呢？哪个国家的执政者主观上不是希望隐瞒或者压制疫情的呢？客观上也做着各种合法的小动作。你可能会想说台湾，一定只能说台湾蔡英文政府除了运气之外，防疫各项措施简直就是一塌糊涂。如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级地区的话，所有的数据指标在中国的各省的排行中都是非常一般的。我们之前的视频都已经分析过了，也就是你要像检视中国政府这样的去检视台湾的话，那你会发现中国政府真的太伟大了，太仔细了。时隔1年，我们今日再回头看李文亮被训诫及这个社会的反应，真的是一个挺悲凉的玩笑。悲凉的是中南路街派出所的办案人员的矛盾和全体媒体舆论的无知。好了，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可能这期视频在立场态度上会让你看得愤怒，但我们庶民经理只是希望把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但我们说的也未必正确，你完全可以反对我们的观点和理由。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给我，骂我也行，我不删啊。我们一起再深入探讨。我们相信真理是越辩越明，也希望这是一个理性的世界。好吧，再见。